卫冕冠军阿根廷90分钟没踢赢，拖到加时软了腿。是老还是在放水？阿根廷上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梅西还在，佛得角，大西洋上一个56万人的小岛，头一回打世界杯，这本该是场手到擒来的球。开场梅西就进一个1-0，可佛得角不认，下半场扳平，加时阿根廷再领先，又被一脚远射追平，一直磨到111分钟。靠对方一记乌龙，阿根廷才3-2过关。卫冕冠军全场压着人家打，末了却赢得这么憋屈。中场哨一响，全网看球的劈成两半，一波人拍着桌子，阿根廷这是放水，是演戏，故意留力给后头的硬仗。另一波直摇头，别护着了，阿根廷是真不行了，梅西也老了，卫冕冠军就剩这成色了。我是老马，这两个说法今儿都给我上庭，证据摆桌上，一条一条过，谁站得住谁站不住，最后判决我来下。先审第一个放水，说阿根廷故意不使劲儿，留着劲儿给八强给决赛。这话听着挺像那么回事儿，咱看证据。证据一，首发名单，阿根廷这场派上来的是谁？门将大马丁，后防莫里纳、罗梅罗、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梅迪纳，中场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前面阿尔马达串联，锋线梅西加劳塔罗。懂球的一看就明白，这不是替补队，这是阿根廷能掏出来的最强11人，是奔着决赛去的那套班底。要放水，你把主力摁在板凳上，哪有让梅西、恩佐、德保罗全首发还叫放水的道理？证据二更有意思，阿根廷这届世界杯唯一一次真轮换发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打约旦那场，当时阿根廷提前出现了，主教练斯卡洛尼一口气换了9个人，梅西直接坐板凳踢了半个多小时才上。你看人家真想保鲜真想留力的时候是那么留的，到了淘汰赛这场一个都没藏。证据三看临场，落后被扳平的时候阿根廷是怎么反应的？斯卡洛尼把能换的攻击手全招呼上了，阿尔瓦雷斯、尼科冈萨雷斯挨个往上顶，加时又把老将帕雷德斯边位全换上来抢时间，这哪是留力，这是急红了眼在追分。放水的队不会把5个换人名额全砸在拿分上。还有啊，斯卡洛尼在前就把话撂那儿了，说佛得角能走到这一步绝不是来凑数的，得给足尊重。主帅从头到尾没敢轻敌，让手底下人上去放水，说不通。再说个最硬的道理，放水这事儿得分场合，小组赛你可以算一算净胜球，算下一轮对手，留点力可以理解。可淘汰赛是什么？淘汰赛输了就是当场打包回家，收拾行李坐飞机，一年白干。开赛前赌球公司怎么看这场？阿根廷赢面大到什么程度？你压35块，赢了才给你回1块。对着这么个对手，天底下没有哪支卫冕冠军会在这故意演戏，拿自己的世界杯赌前程。所以第一个说法放水，证据不足，动机不成立，当庭驳回，驳回了放水。那第二个说法呢？阿根廷不行了，老了，废了。这个咱得掰开揉碎地看，因为它半真半假。先说真的那一半，骂阿根廷老，这不是佛得角这场才冒出来的。世界杯还没开踢，美国的 ESPN 就白纸黑字写过一句挺狠的，这套阵容比起上一届更老了，而且可以说更差了。ESPN 还点了名，后卫罗梅罗带着膝伤在赶体能，中场麦卡利斯特刚踢完一个低于自己水准的赛季，前锋阿尔瓦雷斯从4月份到现在，俱乐部加国家队总共就进了3个球。开赛前48小时，美国的新闻周刊也跟着发文，说这支卫冕冠军隐忧不小，点的还是这几个人，年纪也确实摆在那儿。仨门将全是32岁往上，23人里6个过了30，领头的梅西39，奥塔门迪38。这套阵容老是事实，不是黑，而且被拖成这样。赛后不少外媒都翻出了旧账，说阿根廷上一次被逼得这么狼狈，还得追溯到上届世界杯决赛跟法国那场。你品品，一个是决赛跟法国死磕，一个是32强碰56万人的佛得角，居然被相提并论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说到这儿插一句，喜欢老马这么掰扯球的，右下角点个订阅，咱这世界杯天天有。可你要顺着这个说，阿根廷一直不行，已经废了，这话就站不住了。就这支被显老的队，小组赛3场全赢，净胜7个球，头名出线1场没输。再看梅西，这一届又接着进球，本场这一个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第20个，把男足女足所有人算进来，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现在就是他。这届的进球数还一路领跑着金靴榜。有意思的是，同样是 ESPN 说这队更老更差的同时，也补了一句，唯独梅西是越老越会踢，靠着在迈阿密精打细算的攒体力，状态不降反升。
一支真废了的队，打不出3连胜的成绩单，也养不出这么个越老越妖的历史第一射手。所以第二堂控辩双方各打50大板，说阿根廷老有隐忧，证据充分，成立。可说人家彻底不行了，废了，那是把话说过了头。真相不在这两头，在第三堂。前2个说法审完了，一个驳回，一个打折。那阿根廷这场到底怎么了？为啥满血阵容让一个56万人口的小国拖了120分钟？我给2条判决。第一条，阿根廷小组赛那份漂亮成绩单虚了。咱回头看阿根廷小组赛，3-0阿尔及利亚，2-0奥地利，3-1约旦，踢的那叫一个横。当时全世界都在夸，说卫冕冠军状态神勇。可问题来了，你把人踢趴下，得看你踢趴的是谁。这3个手下败将，这一轮全给打回了原形。先说约旦，就是被阿根廷3-1的那个。约旦是头回打世界杯，小组赛垫底，压根儿没能挤进32强，早早回家了。再说阿尔及利亚被阿根廷3-0那个，他靠着成绩最好的第3名，惊险摸进了淘汰赛，结果转头就被瑞士2-0打不走。你别看他控球比瑞士还多，可整场没什么像样的威胁。数据算出来的预期进球连0.8个都不到，一个球没进也回家了。最狠的是奥地利被阿根廷2-0那个，奥地利好歹是小组第2进的淘汰赛，可他碰上西班牙被3-0打了个全场零射正。什么叫零射正？就是奥地利90分钟一脚正儿八经踢向球门的球都没有，西班牙门将站在门里头，从头到尾一个扑救都没做，顺带把连着好几场一个球没丢的世界杯纪录又续了一截。你把这3个对手这一轮的成色摆一块再看，阿根廷小组赛那个3-0、2-0，含金量是不是就得重新称一称？打赢一个后来小组垫底的，一个进淘汰赛就被送走的，一个软到零射正的，这份成绩单看着唬人，水分可不小。反过来看那些真有冠军相的队，这一轮是怎么过关的？西班牙3-0，瑞士2-0，人家是干脆利落的送对手回家。阿根廷呢是被对手拖着走完了120分钟，同样是32强，过关的姿势差了一整个段位。光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是老马嘴硬，那咱看最不带感情的第三方，赌球公司的盘口。开赛前排夺冠热门，断档第一是法国，阿根廷压根不是公认的头号种子，只排第2。打完佛得角这一场苦战，阿根廷在夺冠榜上还是稳稳待在法国身后那个老2的位置，一格都没往上挪。钱最诚实，市场早就把阿根廷的成色看得比球迷冷静。第2条判决，光成绩单虚还不够，还得叠上一层体能。这条道理看咱频道的老铁不陌生，英格兰那集、塞内加尔那集，咱都念叨过同一条。满血的豪门碰上不要命的身体流，时间拖得越久越难受，这叫体能的物理定律，谁也逃不过。这回轮到卫冕冠军来交这笔电费。佛得角这批人身体是在欧洲联赛里摔打出来的，又壮又能跑，整场比赛拼身体、抢地面球、争高空球，赢面全在人家佛得角这边。阿根廷呢，控球控了6成4，传球是对方的2、3倍，场面上确实占尽了球。可你猜怎么着？佛得角全场也就寥寥几脚射正，却把握住机会进了俩，效率高得吓人。阿根廷那边一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愣是把梅西好几脚必进球给扑了下来。折腾到最后，阿根廷赢球那一下，还是逼得对方后卫自己踢进去的乌龙，连一个从容的运动战破门都拿不出来。再看佛得角那2个扳平球，砸的一个比一个响。第59分钟，先把梅西的领先给追平。到了加时第103分钟，卡布拉尔更狠，趁着阿根廷腿脚发沉，30米开外一脚远射，直挂死角，一记足以写进佛得角足球史的世界波，把比分扳成2-2。2个球都赶在阿根廷体能往下掉的当口，这不是巧合。一支39岁核心领着一帮30郎当岁老将的队，90分钟没把对手解决，活活拖进加时，还2回被人扳平。这跟想不想赢没关系，纯粹是体能见了底，到点该还账了。你别不信，看看中场前那10几分钟，阿根廷球员跑动明显慢了，传球也开始变形，那种累是装不出来的。一支真想流利、故意放水的队，绝不会把自己拖成这副样。可能老铁要抬杠，淘汰赛险胜太正常了。阿根廷2014年、2022年一路不也磕磕绊绊过来的，照样夺冠，这话没毛病。险胜真不丢人，可关键得看你是被谁险胜的。2022年，阿根廷是被荷兰、被法国这种顶级豪门逼到点球大战，那叫棋逢对手。今天呢，是被一支56万人口、头回打世界杯的小岛球队拖进加时。同样2个字，险胜，
对手的段位差着10万8千里，含金量能一样吗？这才是老马较真儿的地方。两条并一块儿，老马的判决就出来了：放水没有，证据不成立，废了也没到那份儿上。真要给阿根廷这场一个说法，就8个字：成绩单打了折，身体在还债。一份虚了的小组赛账本撞上一场要还电费的120分钟，凑一块儿才是他被拖进加时的真相。阿根廷的毛病是真的，但他到底还行不行？这一场还判不死。为啥说判不死啊？因为佛得角这场信息还不够。佛得角是真能拼，可他终究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小国，身体流能咬你120分钟，却不一定有那把一剑封喉的刀。阿根廷的老底子到底还剩几成？得再看一场更硬的才知道。好巧不巧，下一场就来了。16强，阿根廷碰上的是埃及，就是刚在点球大战里把澳大利亚淘汰掉的那支非洲队。埃及可比佛得角家底儿厚，又快又有球星，还是一支正经八百的非洲劲旅。一支南美卫冕冠军对一支非洲硬茬。这场北京时间7月8号0点开打。这场就是老马给阿根廷开的下一张体检单。别忘了，阿根廷奔的可是卫冕，后头还有8强、4强、决赛，一关比一关硬。今天一个佛得角就快把他半条命掏空了。真到了得跟法国、西班牙那种顶级豪门死磕的时候，这副39岁领衔的身板还扛不扛得住，才是这份体检单最要命的地方。要是打埃及还像今天这么费劲，这么揪心，那虚胖这俩字儿就算坐实了。可要是阿根廷一场干脆利落的拿下，那今天这120分钟就当是虚惊一场。老将们提前给自己上了根弦，到底是哪样？咱下一场接着开庭。觉得老马段子在理，顺手点个订阅，别错过这份体检报告。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咱们下一场见。